大家好啊，延平 Masons，Gary， 我是自己手搓出来一辆皮卡房车，然后今天呢，我是会去顺义这边北京的这个房车展，看一下。我觉得房车展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途径，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房车的趋势、技术，然后设计。在去房车展的路上，我也正好介绍一下自己最近观察到的一些关于房车的趋势吧和变化。第一个趋势呢，就是关于房车的销量。今年24年上半年的房车销量数据出来了。我是指自行式的房车。断崖也不能说断崖式下跌吧，就跌了20%同比。这个其实就挺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去年就不高。主要的原因也比较好理解。主要还是现在的一个大的趋势吧，现在还是一个消费降级、偏通缩的一个趋势，大家有钱都省着花、搂着花。然后房车这个东西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其实都是有钱有闲的人可能能玩的，对吧？因为你无论是价格还是养护成本，确实都比较高。包括国外的很多 A 型、C 型的大房车，其实还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拿了一笔退休金之后，全美国去玩嘛。国内也是房车很多用户其实退休人群，所以在现在这个大的形势下，大家确实买房车都是比较谨慎了。第二个趋势就是房车逐渐向低价化去发展，因为呢，我也看了一下详细的各个车厂的销售排名。可以发现很多做中高端牌子的价格偏高的销量确实下降的比较大，反而一些主打性价比、主打很便宜的改装满足基本诉求的那些小厂，确实是增长的比较快。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消费降级的这个大的趋势，因为房车这个东西呢是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个很好的可以作为消费降级的晴雨表。这么一个产物，那确实结果也是越来越便宜，不过这也是好事儿。我觉得现在整体的价格比前几年我关注房车那价格，我觉得应该跌了得有个30%了。等那个逛完房车展，我也再说一下整体的感受。我这是什么工程啊？用这么多钢材？这是哪个门啊？E3、E4停车场，这也要排队。其实路上马路边已经停了好多了。顺义国展的 E3、E4停车场，进门可以刷个2维码，然后领这个当天的停车票，也是付钱啊。这个有点意思啊，这跟我那个反正异曲同工吧。他这应该改得更早，应该走了很多地方。其实我今天想要不要开我自己 DIY 改的那个皮卡房车过来，因为今天呢是人比较多，那个确实那车型还是挺扎眼的，就还是低调一点吧。道边禁止停车，请去7号门停车场内停车。进来了啊，它今年好像只有户外的场地，就是1、1、2的外面一带。粗略一扫啊，还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上汽大通、揽众，然后那边诺马迪森一大片，其实整体不算大，我觉得。它这个天窗为什么要这么开呢？这样下雨不就漏雨吗？有点奇怪。福特 T8 那个底盘，彪马 2.3T 柴油，54万8。这边这几辆是拓展的，我看一下拓展的吧。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拓展，所以开的时候就是这个空间肯定先要把东西全清一下，是吧？对。收进去完以后，这卫生间是可以进的，是吗？对，可以进。对，你收回来之后，正常都可以使用，只是空间小一点。瑞福依维柯 3.0 的底盘，6.5吨，拓展69万8。就是虽然我不太喜欢拓展，但是拓展它确实空间一下大了好多。真香啊！对空间有需求的，我觉得拓展还是一个好的选择。T 型的也是福特彪马那个发动机，60万。这个设计很好，这个就相当于是掀起来当那个帐篷了，因为很多中老年人他们喜欢在外面做饭嘛，这个相当于替代侧边帐了。这个柜子还挺有质感的，79万吧，5000瓦，100升清水，13度电。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能吸引到一些中老年人的目光。这个配色挺好的，我比较喜欢这种配色。我家里装修就差不多这色儿。后纵床、额头床没有，这种就比较适合老两口。小年轻也行，但小年轻不会在户外做饭。赛特福德。我这儿还有个小洗衣机，2-3升的吧，应该搭配的很好。这车装修我很喜欢，79.8万。你看它这细节，装修的细节，虽然它不是那种石材，但这种细节我觉得是挺好的。这床还能支起来一部分，所以这么着我估计1.5米吧，差不多。对，细节真挺好的。这是 DC， 就是有一些漏电跳闸的，检修起来也比较方便。这款不错，79万，戴德，价格有点高，但是里面的做工啊、内饰、空间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包括整体的布局都挺好的，底盘也比较硬。戴德100多万。这个其实比较大的亮点呢是这个太阳能1350瓦，21度电。这种在阳光比较好的情况下，这个一直开空调都没问题，妥妥没问题。因为我那是860瓦的嘛，我大概知道说开空调什么样一个情况。康派斯，山东荣成的，然后做越野底盘，真的好硬啊！越野拖挂。这个就比较带感，越野底盘，空气悬挂的这个膜都没撕嘛。然后它这也是升顶的，要不有点低，可能站不直。这儿有一款带露台的，大家全往上去有。反正我个人的偏见是还是不太喜欢，我也就不去看了。但肯定它有它的受众，它的受众是一些在比较好的景色拍那种比较唯美的照片的那种。其实越野和这种我觉得是不太搭的，要越野你就直接一个类似这种方方正正比较稳定的，加上这些升顶结构呢，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不稳定性的增加我的认为这个越野拖挂真的很大很大。这床就不小，可能和我那床差不多。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上下的，所以这车理论上我觉得可以睡4-5个人。然后卫生间都在里面。就这拖挂刚问了一下，25万多，然后皮卡拖着都行，但是会麻烦一点，有的掉头啊，然后也是每年一检。他们是谁呢？以后以车为家。这块有个街溜子。就是拿个视频好像直播呢，骂骂咧咧的这种人其实江铃。福特的底盘我觉得真的还不错，我感觉一些工艺不如我刚才看的那个戴德的，不过价格会便宜很多吧。这也是一个大道底盘的皮卡，整体升完顶之后会比我改完的那个要高，看一下。没有洗菜盆没有。刚才扫了一下里面其实它里面空间肯定比我那要大，但是我觉得利用率很低很低，设计的不太好。你看这车，它是主打便宜了。你看，所以这种车的展位上，老年人都还是比较多的。你看这种车，才10几万，也搞这么大，这个真能搞。床有2米的。我觉得这种车卖的会还不错。它属于微卡，那这种车10几万，又什么功能都有，空间又大，很多中老年人买车他也不会特别去苛求底盘的什么这个扭矩、这个马力什么的，所以这种车可能很多人会选择。但对于一些有一些追求或者可能做了很多功课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买比较好底盘的这种B 型、C 型，即使是贵一些。
哦，这个牌子好像是在那个湖北随州，这个应该价格比较低，所以它这2年卖得很好。我看一下这价格，这 B 型也挺大的，大的后横床，便携马桶。这款车的那个车厂指导价一口价21万3800，就是能感觉到啊，它很多东西会没有那么稳固，但是它是性价比，我觉得真的是绝了。然后底盘也加上会便宜一些嘛，质感上差一些，但是完全绝对不影响使用，主打性价比，我觉得这牌子。便携的马桶好怎么用呢？我洗澡的时候啪把它拿出来，那我里面洗澡是不是很舒服？整个我脚底下都是通畅的。如果说是固定式马桶，至少我这一个地方我固定住了，我不能用，我只能上面再来回动，我下面不能用。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他喜欢用定制式马桶的这个原因。我的设计理念得到认可了，确实便携马桶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因为马桶这东西呢，你在很多服务区、景区、城市，这商场里面就全是嘛。有的话我就在商场里拉了就完了，所以它马桶这东西就是一个以备不时之需，所以一个便携的就足够了。这样的话，它的空间利用率会更高一些。大池福田底盘，依维柯底盘，看一下依维柯的吧。依维柯的价格41万。这儿还有个小的后纵床，冰箱、微波炉、储物空间。这个空间很大，空间很大。就整体布局这个空间是不错。在出发的时候我也很担心啊，因为我现在也是高血压，我担心我能不能完成。我开房车的里程数在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是排前10的。揽众是长城底下的一个房车品牌，所以他们基本上用的长城炮做底盘。这儿还有滚筒的洗衣机，对面打也没事。这空间挺大的。揽众这边也有猛士的底盘，这是 F350福特的，所以除了长城炮也有别的底盘的车。这儿还有个升顶的皮卡。然后这块是一个马桶，这样掀起来它就是一个淋浴间。既有那个中科1号组到14个吧，但是差不多。这边房车不少，这边就有点冷清了。诺马迪森比较高端的嘛，这看好像没有太多人。确实，这些车的受众要买就直接买了，不一定非得房车展。未来房车，这儿有个皮卡贝陀，F150应该是。这大窗不错，今天阳光也不错。这块设计的挺好。首先这块是有窗的，其次呢这块还做了一个外推的结构，然后和这个桌子还能搭配，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不带卫生间。这块是一些保险丝空开。奥史密斯是吧？奥史密斯是什么东西？知道了，热水器。这应该是仿的 A.O. 史密斯的。对，热水器，功能比较简单，坐在河边坐一下午完全 OK。但没有冰箱，没有空调。又看见一个大道的皮卡，这挺好的，这车真的改的不错，配色也挺好的，比较有质感。逛完了，其实到最后就是走马观花，看了一些配件，然后包括也要给自己的那个皮卡贝陀再选一个贴花吧。现在就回去了，天儿实在太热了。现在逛完房车展了，也分享一下感受吧。第一点就是这次吧，北京的这个房车展呢，它是在室外进行。因为前几年我印象中都是在室内的，然后所有的车都是开到场馆里面。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对吧？现在大环境都不好，无论是策展方还是各家的这个车厂吧，是不是都得节约一点预算吧？那从室内移到室外，然后场地的租赁费用会低一些。这全是我瞎猜的啊，纯的瞎猜。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关于价格，标价其实都没有降，但是实际上，我问的几家是便宜2万到5万不等。我觉得前2年我逛房车展，基本上便宜1-2万是这么一个量级。
所以这次我感觉有的厂商的降价幅度会更大，消费的欲望吧有点拖累了，房车厂们也不得不以价促量。但这个价格我也再补充说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厂商都会有降价的。比如说有的厂商他已经把价格已经降下来了，或者说新出的品牌型号它天然就是这价格，或者说有的品牌它的用户粘性天然就很高，他们的降价欲望其实会没有那么明显吧。然后第3点呢，我观察年轻的观众还是增加了不少，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个有诗和远方这种梦想的年轻人变多了，或者说被这个大厂什么裁员的这些年轻人也不少，因为裁完以后就有时间了嘛，就可以逛这些房车展。但是这也是我的这个个人的阴谋论啊，只是观察到，我觉得还是看到了不少年轻人，或者说是业务没有那么忙，翘班过来逛展的。这2天开这个论坛啊，就非洲各种各样国家的国旗挂不过来了。哇，好热！回到自个儿这小皮卡房车里了。然后下一个观察到的是呢，因为我今天上午走过诺马迪森的那个展台，其实就没有人嘛。包括你像阿莫迪罗这个牌子，它好像这次都没来，因为阿莫迪罗、诺马迪森这2个牌子呢，都还是比较知名，做那种高端、单价比较贵的越野房车，单价都几百万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也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就是可能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越高端越难卖，所有的车厂可能都需要去顺应现在的这个经济形势，就是逐渐低价化、平民化，或者说你如果不这样做，你需要有自己更独特的调性特点，去维护自己的一些护城河，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吧。但我觉得好的点呢，就是现在无论是年轻人还是离退休的中老年人、银发经济，他们对往外走、对出行自由的这种向往还是比较强烈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潜在的市场还是比较大的。那需要做的就是顺应这个市场，然后保证存活之后，伴随着这个人们的消费意愿起来，经济的复苏，那可能再有更多这种定制化的东西吧。现在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先保证存活，先保证销量是这么一个逻辑。我的这些想法呢，完全是我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虽然自己手测出来一个皮卡的房车，但这个我也是一个圈外人，我自己的一点感受和感想吧。可能说的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批评交流。以上就是我这一次逛北京房车展的一点感受，然后欢迎对这种偏文化、旅游、房车、户外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订阅关注延平 Mazers，谢谢，拜拜。